松冈科技，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认识这间游戏代理公司的呢？我第一次看见松冈科技大概是2001年左右，《暗黑破坏神2》的实体包装盒上。那时候为了玩游戏，我常和同学往网咖跑。为什么不去租屋处玩呢？因为当年还在用拨接上网，一连线电话就占线，而且速度慢到让人崩溃。那个上网前必须忍受刺耳的声音，大家还记得吗？来，听听看。在那个网速只有 56K 的龟速年代，最怕的就是家人刚好打电话来，电话一响，网路就断，搞不好还会被抓包半夜偷玩电脑。所以为了那一关努牛关，我只好等到深夜11点，偷偷溜去网咖报到。直到有一次离开网咖时，我瞄到门口 CS 立牌的角落，印着熟悉的4个字：松冈科技。我当下心里一惊，什么？CS 跟暗黑2居然是同一间代理商？这间游戏代理商到底有什么来历？为什么有办法能带领这么多知名游戏？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本松冈科技编年史。时间回到1976年，那个时候个人电脑在台湾地区才刚萌芽不久，松冈就已经成立了。不过老玩家都知道，松冈最早根本就不是做游戏的，而是卖书的。在那个资讯匮乏的年代，不管你是要学 Basic 还是 C 语言，桌上一定都要有一本松冈的电脑书。可以说，松冈是先教会了我们怎么用电脑，后来才教我们怎么玩电脑。到了90年代初期，松冈发现大家不只爱看电脑书，更爱玩电脑游戏。于是他们利用原本卖书的通路，大胆引进了第一款代理游戏《X 战机》。这款游戏在当年可是怪物级的大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足足有 7.2 MB， 现在听起来可能很可笑，但在那个硬碟只有40 MB 的年代，灌一套 X 战机就要吃掉你快20%的硬碟空间。但即便如此，松冈还是靠着这一波操作，成功杀出了一条血路，也为后来的游戏帝国打下了基础。进入千禧年，游戏技术大跃进，终于不用再一张一张换磁碟片了，因为光碟时代来临。看看松冈在2000年发行的这款城市建造策略型游戏《交通巨人》，售价是新台币890元。现在的年轻玩家可能觉得便宜，但在当年，这可是标准的 PC 大作公定价。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松冈展开了密集的代理攻势。不管是即时战略迷最爱的《地动天惊》和《雷霆任务》，还是休闲类的《高球精英赛》与赛车游戏《午夜狂飙》，甚至是冒险解谜的《夺宝奇魔》。松冈靠着这些欧美强作，一步步爬上了台湾游戏代理界的顶峰。如果说2000年只是热身，那么2001年绝对是松冈封神的一年，因为他们手里拿到了2张王牌。第一张是让无数大学生翘课，让网咖键盘被敲坏的 ARPG 霸主《暗黑破坏神2：毁灭之王》。第二张则是统治了全台湾区域网络的射击游戏《绝对武力》。当年你走进任何一间网咖，10台电脑有9台都在跑这2款游戏，左手暴雪，右手 Vile。
松冈几乎垄断了全台湾的单机连线市场，这就是松冈最狂妄的黄金时代。但松冈的野心不止如此，他们还引进了许多高品质的硬派游戏，像是军事迷最爱的闪击点行动。Good to see you, boys. We're ready. Nice to see you again, James. You'll be briefed further en route. Good luck. 还有号称史诗级 RTS 的世纪争霸，以及高难度动作游戏《炼狱刀锋》。和赛车神作《越野精英赛》。 Another thing that makes the championship unique is that each country has 10 to 11 stages, depending on the difficulty you choose. For example, the expert difficulty. 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的玩家，当年的松冈总有一款游戏能让你乖乖掏钱。时间来到了2002年，这时候光纤网络开始普及，网咖开的比便利店还要多。看似风光无限的松冈，却在这一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甚至可以说是赌上国运的决定。他们正式更名为松冈科技，并且把公司最稳定、最赚钱的图书与商用软体部门卖给了文回资讯。这步棋等于是松冈亲手把自己的保命符给卖了。虽然换来了大量现金，可以专注做游戏，但这也意味着从此之后，他们只能在波动剧烈的游戏市场里不成功变成人。手握大笔现金的松冈，火力确实全开。2002年到2003年，他们打出了这张王牌《魔兽争霸3》。这款游戏有多重要？它不只延续了暴雪的神话，更重要的是它的地图编辑器。当年网咖里喊着中路单挑、拆主堡，不管是信长、三国，还是早期的 DOTA， 全部都是从这款游戏诞生的。可以说，没有松冈代理《魔兽争霸3》，台湾的电竞历史可能要改写。除了单机，松冈也正式杀进了线上游戏市场，推出了号称最残酷杀戮的《魔剑 Online》。虽然它不像天堂那么大众，但那种真实战争，甚至可以把玩家城市夷为平地的硬派玩法，到现在还是很多老玩家心中的神作。到了2004年，松冈发行了物理引擎震撼世界的《战力时空2》。当年买实体包回家的玩家，可能会记得安装时被迫要装一个绿色小软体，叫做 Steam。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平台很麻烦、很多余，但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软体，在几年之后将会成为毁灭传统代理商的终极杀手。接下来这里要划重点哦，松冈真正的自主研发在此登场。2004年，松冈宣布转型，推出了首款自制线上游戏《乱舞三国 Online》。虽然当时号称结合了中韩技术，但这确实是松冈试图掌握命运的第一步。这款游戏走可爱风，试图在当时杀戮气息重的市场杀出一条血路。
进入2005年后，全球游戏市场出现了巨变，宽频网络普及，单机实体游戏开始卖不动了。松冈也意识到了危机，他们知道光靠卖盒子是不行的，于是开始了2条腿走路的策略。第一条腿是免费制线上游戏，虽然没有像魔兽世界那样大红大紫，但松冈引进的事物 Online 靠着独特的贸易跑商玩法，意外的长寿，成为他们最稳定的长期饭票。到了2007年，松冈更挖到了一块宝——极速快车手 Online。当时觉得跑跑卡丁车太可爱的国高中生，全部都跑来玩这款那个赛璐璐风格的画面，还有在城市里接任务甩尾的快感，成功吸引了大量年轻玩家，成为松冈中期的营收支柱。第二条腿就是继续抱紧 BIOS 这条大腿。2007年，松冈发行了传说中的神物橘盒。为什么说是神物？因为这一个盒子里面竟然塞了《战力时空2》、《绝地要塞2》，还有脑洞大开的传送门，整整5款游戏。这在当年被公认是 CP 值最高的实体包，也被无数评论家捧上天。隔年2008年，松冈又发行了204力，这款游戏让沉寂已久的网咖再次响起了尖叫声。我相信大家永远忘不了在黑暗中听到 Witch 哭声时，那种队友互相比手画脚，叫大家关手电筒的紧张时刻。然而，在这些辉煌战绩的背后，松冈其实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隐忧。他们很清楚，代理做得再好，终究是在帮别人养小孩。为了摆脱纯代理商的标签，他们其实非常努力尝试自制研发。从2004年 Q 版的乱舞三国 Online， 到后来耗资数千万主打全 3D 的 SK Online， 你可以看见松冈试图证明自己拥有技术力。可惜的是，这些游戏在当时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时间来到2009年底，尽管靠着 BIOS 的大作和线上游戏苦苦支撑，但巨大的阴影已经笼罩下来。因为游戏界的霸主暴雪娱乐正式宣布将推动 Battle.net 平台化，并收回代理权，改为直营。这对于依赖实体包销售的松冈来说，无疑是宣判的死刑。迈入2010年，松冈即将迎来最后也最漫长的寒冬。迈入2010年，面对单机市场崩盘和暴雪的分手，松冈必须寻找新的浮木。这一次，他们把赌注压在了不用安装、点开即玩的网页游戏上。不得不说，初期是有成效的。他们推出的《冷斗风云3》，靠着可爱画风和简单玩法，席卷了当时的国中小校园。那时候趁电脑老师切换画面时偷玩冷斗，大概是很多8年级生的共同回忆。但松冈的野心不止如此。他们不想放弃大型游戏的市场。2011年，他们推出了号称研发顶点的东风 Online， 只可惜它生不逢时，当时玩家的目光全被刚崛起的英雄联盟给吸走了。这款充满创意的作品，最终只能成为时代的眼泪。眼看电脑端不乐观，松冈又把目光转向了正在起飞的智慧型手机。他们当时认为单纯买游戏不够，必须掌握通路，于是异想天开的想做自己的社群平台。他们砸下重金推出了一款叫做 APP01 的应用程式，试图打造手游玩家的专属社群。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战场。面对 Facebook 和当时疯狂席卷全台的 LINE，
松冈烧了大笔资金去推广，却发现用户根本留不住。平台推不动，那改推品牌呢？他们试图整合旗下的手游业务，推出了全新品牌 UQ。当时松冈试图把 PC 时代的成功经验复制到手机上，像是把招牌 IP 移植推出《极速快车手》手游版。极速快车手，或是发行三国卡牌游戏《暗战三国》。三国名将全新觉醒，治国平乱，也略懂，群雄天下。虽然 UQ 在初期确实有几款游戏冲上排行榜，但在那个每周都有上百款新手游的战国时代，缺乏独占强作的 UQ 很快就被淹没在红海里了。为了填补手机市场的巨大亏损，松冈断了阵脚。2012年到2014年，为了快速变现，他们开始大量代理生命周期极短的免洗网页游戏，像是《冒险奇航》、《明朝江湖》。这些游戏换皮速度快，品质参差不齐。虽然短期内赚了流水，但曾经那个只代理精品、只出大作的松冈精致招牌，也就在这一波波的免洗游戏中彻底失去了光泽。左手做 APP01 平台，右手推 UQ 品牌，中间还夹杂着免洗网游。这些混乱的投资不仅没有成为松冈的救命稻草，反而变成了巨大的钱坑，让原本就吃紧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2015年底，松冈不得不面对现实。11月25日，官方正式发出公告，宣布旗下的 APP01 加、幻多拉以及 Burnersgate 将在年底全部终止服务。这则公告等于宣告了松冈耗费数年、投入巨资的行动社群梦彻底破灭。曾经想靠着红利点数建立庞大会员体系的计划，最终因为无法获利，只能黯然断尾求生。但这次的服务终止，也象征着松冈手中的最后一张牌已经打完。转型失败，主力业务停摆，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2018年11月，松冈科技正式解散。没有盛大的告白，这间见证了台湾游戏产业40年兴衰的巨人，就这样在时代的洪流中无声无息的退场。回顾这42年的历史，松冈的故事其实就是台湾游戏产业变迁的缩影。他们靠着电脑书建立的强大通路而崛起，抓住了网咖时代的红利，成为了欧美游戏代理的第一把交椅。但他们也在最辉煌的时候卖掉了最保命的图书部门，自断后路。当数位浪潮来袭， Steam 取代了实体包， App Store 取代了通路商，失去了独家产品和研发能力的松冈，注定只能被时代淘汰。虽然结局令人唏嘘，但不可否认，在那个没有 YouTube、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是松冈带给了我们无数个熬夜练功的夜晚。谢谢你，松冈。虽然曾经的辉煌年代已经落幕，但每当我听到这句，还有，我还是会想起那个曾经属于我们的松冈时代。